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人大打出手？吓得裁判连忙上前阻止。只因这两位都是刚出道的格斗小将，迫切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所以赛前两人就口吐芬芳，不留情面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比赛。首先出场的是斯伊木克托和达红，年仅20岁的他来自美丽的新疆。随着音乐响起，斯伊木克摇头晃脑地走进大众视野。他的拿手强项是摔跤，所以地面技术是他的看家本领，而且目前保持着4战全胜的傲人战绩，怪不得赛前信心满满，如此嚣张。接下来进场的就是来自四川的小伙特丹让俄，这家伙有着188的傲人身高，虽然站立踢拳是他的强项，但目前只有1战1负的战绩，所以他急需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。两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，一个能否继续保持连胜状态，一个能否拿到自己的比赛首胜。各位老板赛前长按点赞，我们进入正赛。红色方是四川勇士特丹让俄，蓝色方则是新疆硬汉斯伊木克。因为斯伊木克赛前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，导致他在赛前称重的时候不达标，所以比赛还没开打就被扣分。这场比赛他想拿到胜利，除非 KO 对手。开局不难看出斯伊木克进攻相当迅速敏捷，因为他只有通过 KO 对手才能获胜，所以一上来就迅速进入比赛状态。反观特丹让俄则不慌不忙，并没着急和斯伊木克短兵相接。虽然他内心也想 KO 斯伊木克，但自己有的是时间和对方打消耗。斯伊木克表现得越着急，那么特丹让俄则表现更加淡然沉稳。抛物线式的这个平衡拳法还跟他不一样，它是介于兵人大幅度更像是上压缩的这种拳法，是法。一个擅长站立踢拳，另一个则擅长摔跤，所以斯伊木克对于自己的地面技术很有信心，只要进入地面就是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。从他的进攻状态也能看出，此时已经急不可耐的想要进入地面缠斗，一招下前抱摔把特丹让俄带入地面。虽然他用力压制特丹让俄，然而自己的脑袋却吃到特丹让俄的重拳招呼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是用双腿搭扣来限制斯伊木克。估计斯伊木克也没想到，本以为自己可以拿到优势，反倒是被对方限制的没有机会进攻。面对斯伊木克的上位压制，特丹让俄的三角锁已经成型，虽然并不能彻底 KO 终结斯伊木克，但对斯伊木克已经形成极大的限制。本以为进入地面就可以拿到优势，没想到却被特丹让俄限制的无法动弹。看似身处上位，实则他自身陷入被动劣势之中。估计这一点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因为特丹让俄深知对方的打法战术，所以在赛前特别进行了地面缠斗的训练。此时恼羞成怒的斯伊木克拼尽全力挣脱束缚，面对特丹让俄，他岂能善罢甘休？不得不说，这家伙在地面缠斗方面确实强悍。挣脱束缚后，一直占据上位压制。从斯伊木克的进攻来看，他已经表现得非常着急。反观特丹让俄相当淡定，虽然此时双方在地面缠斗，但斯伊木克根本打不出有效的进攻，所以只是拖延消耗时间罢了。非常危险了，非常危险了！看到这个上位的，对的，小段的看一下，有基本。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，然而对于斯伊木克来说压力更大，因为他赛前超重只能通过 KO 才能拿到比赛胜利。从双方的状态不难看出，都把所有精力投入到这场比赛中。此时双方重回战力，这肯定是来到特丹让俄的强项。这场比赛是只能说特丹让俄这个进攻角度略显刁钻。经过短暂调整后重回比赛。
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双方都加快了自己的进攻节奏。然而站立击打是特丹让俄的强项，斯伊穆克的进攻对于特丹让俄来说造成不了任何威胁。眼看战力拿不到优势，斯伊穆克再次抱摔进入地面缠斗。毕竟只有进入地面才能让自己发挥更有力，但他战术的弊端也很明显。虽然将特丹让俄带入地面，但他只能做出压制动作，根本做不出进攻反击，而且他一直想做乘骑动作。不得不说，斯伊穆克的地面缠斗确实强悍。经过1分多钟的缠斗，此时终于开始进行地面砸拳来应对特丹让俄。缠斗期间，斯伊穆克表现出十足的压制力，而特丹让俄也在苦苦坚持，一直在做防守反击来挣脱下位束缚。要知道，长时间的地面缠斗相比较站立击打来说更加消耗体能。斯伊穆克经过一番进攻之后，明显体能透支，特丹让俄也是借此机会翻转逆转局势，于是两人重回战力。重回战力后，斯伊穆克加快自己的抡拳节奏，快速的重拳出击把特丹让俄压制在笼边。毕竟经过长时间的地面缠斗，此刻双方都出现体能下滑的状态。不难看出，双方都在苦苦支撑继续比赛。虽然因为地面缠斗出现体能透支，但谁都希望对方先倒下。此时已经比拼的就是谁的耐力和毅力更强。此时特丹让俄跃跃欲试的想要发起进攻，而在站立斯伊穆克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斯伊穆克的防守出现空缺。特丹让俄也是抓住这个时机，连续的后手直拳瞄准斯伊穆克脑门，仅仅用2拳就把对方打得倒地不起。裁判见对方已经彻底失去防守，慌忙叫停比赛。不得不说，这场比赛结束的太快了，突然的一发后手直拳将对方 KO 终结，相信这一幕也是很多拳迷都意想不到的。